我带着满载军工科技的光脑回到建国初，却依然放弃了，成为前老助手的天赐良机，放着无数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要，反而选择任职东北一所破旧军工厂厂长。因为我知道如今的龙国即将会面对什么，东有鹰将对我虎视眈眈，北有毛熊即将反目成仇，抗英援邦战争损失惨重，还会有多年的自然灾害。我必须尽快帮助龙国强大起来，让5万万百姓尽早过上好日子。当以鹰将为首的侵略战火跨过38线时，5星上将麦克阿瑟却惊恐地看着对面，这一切只印在我的光芒里。小到 7.62 毫米子弹碎片手榴弹，大到 G20 战斗机核动力航母，所有的生产资料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很多闻所未闻的未来科技，而每一项技术都需要一定的解析时间，但我可以学习相关知识来减少解析时长。好在我有前世物理学博士的基础，经过我半年的努力，部分科技已经完全解析成功了，一些真正的大杀器也正在完成，包括99重型主战坦克生产技术解析度 79%，J20 型威龙双发重型隐形战斗机解析度 73%， 白帝号空天战机解析度 3%。 难以想象，在这个立国之初炮火纷飞的50年代，自己要是将光脑里的武器装备成功复刻下来，龙国得强大到什么地步啊？那19万牺牲的战士，或许也可以昂首挺胸毫发无伤的凯旋吧。时间回到1950年3月14日，还有5个月，那场战争就要打响。我满怀激动的来到这个位于东北的军工厂。这地方真的是军工厂吗？这也太破烂了吧！看到眼前的军工厂，苏妍懵逼了。在记忆中，前世那些炫酷无比的军工企业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招牌上有军工厂，其他的乱七八糟。就算有人跟苏妍说是养猪场，苏妍都信。您就是新来的厂长，上头都跟俺打过招呼，俺是咱们军工厂的技术员，欢迎您的到来。你好。哎呀呀呀，苏厂长，您说您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那是我的行李，请问您怎么称呼？俺爹娘死得早，10来岁就当兵了，大家伙都叫俺大聪明，你也叫俺大聪明好吗？确实人如其名，一表人才啊。这军工厂之前被樱花鬼子炸过，我们胜利后，鬼子就把能用的东西全拖走了，搬不走就都给砸了。我们接手的时候就已经变成这副德行，这帮天杀的樱花鬼竟干这些烂皮燕子的勾当。就在大聪明带着苏妍继续了解这个兵工厂的时候，忽然一阵急促的马嘶声响起。大老远我就听到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叫嚷：上面又弄个什么破厂长下来，真当老子这里是粪坑吗？什么垃圾都往老子这里撒！你就是苏妍，老子叫赵东来，是520团的团长，见到老子还不敬礼。赵团长，我是组织上派来的厂长，并不归你管辖。你他娘的哪凉快回哪去，这里是劳资地盘的产业，我就有义务管好它。我不管你又是谁家的公子哥，你要是接手了咱这个军工厂，你就得给我好好干，这都是弟兄们拿命打拼出来的产业，不是你们这帮公子哥镀金混资历的币，你要干不好就给我趁早滚蛋。在他看来，我这华兴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能来这样一个破烂的军工厂，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喂，赵团长，我告诉你，我苏妍绝不是投件耍滑之辈来到这里，我不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我是为了我们龙国打造成这个世界上无人能及的军工厂。那时候我们龙国将不再需要任何国家的装备，因为我们自己的装备就是整个蓝星最强。现场鸦雀无声，良久赵东来重重地甩了甩脑袋，语气也缓和了很多地说道：我赵东来是一个大老粗，但我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有奶才是娘。既然来当这个厂长，就必须提供军用物资。我们团目前弹药紧缺，半个月内给我们生产5万发子弹，否则你别跟我提什么理想抱负，立马从老子的地盘上滚蛋。听见赵东来的要求，哪怕是大聪明都听出来不对劲。就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破厂，半个月内怎么可能造出5万发子弹？这不就是为难人吗？你这个要求有些不合理，半个月造5万枚子弹，这实在是太他喵的看不起我们军工厂了。啊，对对对，这不是为难，不对呀，大哥你说错话了吧？不应该是为难我们军工厂吗？苏妍，这可是你说的，1个星期后劳资来接收，你小子要是没有完成，麻利点滚蛋。那我要是完成了呢？要是你真的能在1个星期内造出5万枚子弹，我赵东来给你跪地磕头道歉，叫你爷爷都成。其实这时候苏妍在他心里已经是个满嘴跑火车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绣花枕头，转头便离开。厂长，您这是咱们这个厂连开工都够呛，拿什么去造子弹啊？拿命啊！别人不行，谁告诉你我不行了？看着苏妍的坚定的目光，大聪明原本有些慌张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了下来。大聪明，你先去把剩下的工人全部喊来，咱们军工厂准备开工了。很快，大聪明便离开了工厂，摇人去了。
空荡荡的解放军工厂内便只剩下了苏岩一个人。系统在的。提取龙国产 7.62 毫米子弹的全套生产资料，另外将现代工业冶炼技术、子弹的原材料制备技术也统统导入我的大脑中。收到。一道道信息洪流便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苏岩的大脑中。片刻功夫，前世关于 7.62 毫米子弹的全部技术信息便被刻在了苏岩的大脑之中。终于导入完成了。以龙国目前的工业基础，就算真有这20的设计图纸，也造不出来。赵东山提出的看似刁难的要求，其实正中了下怀。5万发子弹，1个星期时间，对于同时代的军工厂或者是一个难题，但是对于掌握了21世纪最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子弹全套技术的穿越者来说，简直是送分题。苏岩的目光再次扫过了破烂的厂房，一条完整的生产线便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开工了。半个小时后，东北军工厂的工人便已经到齐了，一共8个人。工人们穿着简朴的衣装，皮肤黝黑，但一双双眼睛中却闪烁着无与伦比的坚定。苏厂长，咱们军工厂真的要开工了吗？咱们真的能够造出子弹吗？太好了，俺们在后边多造一些子弹，前边的兄弟们也能少流一点血。听着耳边稍微有些喧闹的声音，苏岩脸上并没有露出半点不满的表情，而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当然，只要大家伙听我安排，以后咱们不光能够造子弹，就连坦克、飞机、蘑菇台，咱们都能造出来。好，苏厂长，俺们相信你。对，俺们相信你。很快，在苏岩的安排下，子弹的生产线也搭建了起来。打开机器。随着苏岩一声令下，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这样一条子弹生产线就这样轰隆隆地运转了起来。顷刻间，所有人的心情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当一枚枚金黄色的子弹缓缓从履带上滚落时，所有人的心情也紧跟着激动到了极点。我操，真是子弹！厂长，你实在是太神了，居然真把子弹给造出来了，牛，实在是太牛了！想不到我大聪明有朝一日也能造子弹啊！我大聪明这次是真的出息了。当子弹出现的那一刻，工人之前心中所有的怀疑，都在此时便做了无法形容的狂喜。工人们抱在了一起，欢呼雀跃着，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瞧瞧你们这点出息，不过就是造个子弹罢了，就傻乐成这样，将来造大炮，岂不是比娶媳妇儿还高兴？那肯定啊，什么媳妇没有造大炮重要。到时候我大聪明造的大炮，轰他娘的光头，轰他娘的花鬼子！俺爹知道了，在地下都得给俺竖大拇指哩。少在这儿要贫嘴，等来哥给你娶个嫂子，还不快去干活？好咧！大聪明也不含糊，立刻带领着工人们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工作中。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抗英援棒就要开始了。那个时候，鹰将的飞机就将越过鸭绿江，给新生的龙国狠狠递上一波眼药。自己必须要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能让该死的鹰将靠近龙国领土半步。时间一晃，7日光景悄然过去。军工厂大门口，赵东山如约赶来。这个苏岩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1个星期时间造出5万发子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我早就说过了，这个苏岩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草包一个。人还没进去，赵东山嘲弄的声音便在厂门外回响开来。团长，万一这个苏岩真的造出来了呢？我听说这段时间来，军工厂里机器轰鸣声就没有断过，似乎造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苏岩要是能在1周内造出5万发子弹来，老子光着腚从这里舔到鸭绿江去。走，进去。你终于来了，你那5万枚子弹我早就已经造好了，我看还有时间，就多造了10万发，你验收一下吧。完成了，还是10万发？这他喵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老子上一秒还在说苏岩1个星期内根本不可能造出5万发子弹来的，结果转手就造了10万发。我去！我操！还是精品！赵东山打了大半辈子仗了，摸子弹比摸老婆摸的都要多，眼睛一瞥就看出来了，这一批子弹的做工绝佳，质量上乘。报告团长，这里一共100箱子弹，确定是10万发子弹了。这个苏岩该不会真是一个天才吧？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啊！苏岩，好兄弟，好样的！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我赵东山怀疑过任何人，可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啊！此时，赵东山笑得脸上的褶子仿佛都能挤死一只苍蝇了，眼神中的倨傲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团长，您刚刚在外边还在说呢，要是苏厂长能够造出来，您从这里舔到鸭绿江去。滚一边去！
实，对于赵东山前去后宫的表现，苏颜心中其实并没有反感。在建国初，谁有本事，大家伙就尊重谁。至于你是什么背景、什么来头，这些都不重要，本事才是赢得尊重的最佳方式。苏颜，你这子弹是黄铜做的吧？可是重量怎么好像有点对不上呢？当今子弹分为2种，铜制子弹和纯钢制。铜制子弹延展性好，但是原材料消耗太大且不易开采，纯钢制子弹长期使用会炸膛。因此，赵东山见到铜制子弹才会如此的欣喜若狂。这子弹所用的材料并不是黄铜，重量当然不对了。不是黄铜，那为什么这个子弹是金黄色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一批子弹用的材料是富铜钢。啥铜钢？那是什么玩意儿？所谓富铜钢，就是一种特殊的炼制工艺。简单来说，就是在钢制子弹的外部附上一层黄铜，这样一来，既大大的节约了子弹的成本，又保留了黄铜材料高延展性的优势。有道理，说的真好啊！原来是这样啊！赵东山根本不知道，这项技术是龙国走了几十年弯路，这才得出的最终产物。这颗子弹究竟会在当前的龙国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里面蕴含的技术又将在不久的将来拯救多少同胞的性命？赵团长，要不试试这批子弹的质量，看看好不好用？好，哈哈哈。当即吩咐身边的士兵搬了一箱子弹，来到了工厂不远处的靶场。我操！这么好用，这子弹弹道这么稳，比我们从光头那里缴获的鹰象子弹都好使。苏颜，苏大哥，我赵东山愿赌服输，以后你苏颜就是我的亲大哥了。自己立这个赌注，不是说好要打赵东山这厮的脸吗？这家伙怎么直接顺杆爬上来了？特不要脸了一点吧？赵团长，你这样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苏大哥，生分了！咱赵东山愿赌服输，认您这么一个大哥，我打心眼里高兴啊！这样，你以后要造这些子弹，一定要优先紧着老弟呀！老弟，我这些年，咱不是穷怕了呀。那样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军工厂造些武器装备什么的，也不在话下呢。苏大哥，兄弟我命硬，什么装备都能扛得住。你缺什么？什么都缺。我是问你们团，现在最缺什么装备？你缺什么，咱们厂就帮你造什么。什么你都能造吗？差不多吧。那我们团缺100颗蘑菇弹。你他妈的哥们是人，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你丫一块硬币都不丢，还真敢舔着个大脸许愿啊！100颗蘑菇弹，你咋不直接要100艘歼星舰呢？歼星舰也成。滚！哈哈哈，苏大哥，老弟刚才跟你开玩笑呢。这样，你给我造100架白把子机枪吧，咱们团的火力还是不足啊。没问题的，造机枪对我们军工厂来说还真没有什么难度。我操！苏大哥，你是我亲大哥，小弟我飘零半生，未逢领主，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您气宇轩昂。老赵，不要说这些肉麻的话了，机枪可以造，不过材料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准备。好的，大哥。对了，老赵，你回去以后把一些子弹发到咱们龙国帝都的武器研究所去，明白了吗？明白了。系统在的。将龙国产 PUJC-171式12.7毫米重机枪的全套数据和生产资料导入我的大脑中。收到。导入完成。歪把子机枪，什么垃圾东西？是时候让建国初的前辈们体验体验火力管够了。龙国帝都第3武器研究院，周老拆开了信封。1颗子弹，这是什么意思？好好的，谁送1颗子弹给我？1颗子弹能有什么技术突破？突然间，周老的瞳孔瞬间扩大了数倍，整个人也如同泥雕木塑一般，直直的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这是富铜钢技术，这项技术居然真的能够实现，这怎么可能啊？周伟长腾的一下站起了身子，此刻他的眼眸已经充满了震惊。身为龙国最权威的武器学家，他心中比谁都清楚，这小小1颗子弹中蕴含的技术意义究竟有多么巨大。天才，绝对是天才！哈哈哈哈哈！这颗子弹完美的解决了龙国铜矿稀少的痛点，而且还能保证子弹的性能。小李，周老，怎么了？您叫我？这1枚子弹，还有这个信封，你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是英国，还是毛熊国，还是战败的汉斯国的军工产物？啊，周老，这不是国外产的子弹啊，就是东北一个叫东北军工厂的小军工厂搞出来的西式子弹，我寻思着有些意思，就拿给您看看了。等等，你的意思是，这枚子弹并不是毛熊和白头鹰产的，而是咱们龙国人自己鼓捣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东北军工厂是樱花鬼子留下的废弃工厂，
但是这个厂长相当有趣，是华兴大学的高材生，年年都是学年第一，最终放弃了分配工作，主动请缨，担任这样一个破大了厂的厂长，这才刚到任几天呢。周伟长听完了苏妍的经历，眼睛亮得仿佛发现了宝藏一般。这个苏妍是国之大才，绝对的大才，能够放弃高官厚禄的诱惑，毅然决然决定扎根基层，这就说明了这苏妍不仅仅有着鸿鹄之志，还有着惊天伟地之才。现在龙国百废待兴，自己绝不能让这样一颗明珠蒙尘。小李，立刻准备车辆，安排行程。这个苏妍，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见。好的，我这就去安排行程。热火朝天的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苏妍放下手里的空天发动机基本原理，看向外头。有人来了，是赵东山来拉机枪了。算算日子，是差不多了。只不过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敲门了？此时门外站着的却不是赵东山，而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英武汉子。男人身后是3个穿着棉衣的老人。请问你是苏妍同志吗？我是。苏妍同志，总算是找到你了，可让我们好找啊！我是龙国4纵72师的师长王立勤。首长好。苏妍同志不用这么客气，今天我来找你是这么回事的。我身后这几位都是咱们龙国武器科学界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最左边这位是帝都第3武器研究所的所长周伟长老先生，中间这位是材料学领域的巨擘郑清先生，至于最右边这位则是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的院长钱训教授。他们3大老远的跑来了咱们这儿，指名道姓要见你，所以我就把他们领到你这里来了。想必是自己委托赵东山寄出去的子弹发挥作用了。各位首长、前辈，大家请进。苏妍不怎么懂待客的规矩，如有怠慢，还望恕罪啊！说着，苏妍便直接将4人引进了军工厂内。刚刚站定，周老便神情激动地拿出了那枚金黄色的子弹。这枚子弹真的是你的军工厂内制造出来的吗？对。周伟长3人闻言对视了一眼，脸上的表情也瞬间激动了起来。是真的，真的是咱们龙国的年轻人制造出来的。太好了，能麻烦你带我们几个老头子去看一眼子弹的制作流程吗？当然没有问题。苏妍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便答应了下来。他做这一切不就是为了将技术传播出去吗？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龙国，真正核心的技术必须要传播出去。各位请随我来。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解富铜钢子弹的制作工艺和生产线以及具体性能。富铜钢材料简单来说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种制造工艺罢了。诸位请看。说罢，苏妍给大聪明使了一个眼色，大聪明顿时心领神会，立刻将锻造炉开了起来，把各种原材料放置了进去。短短几分钟功夫，在漫天热气中，一大块富铜钢就这样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不是，就这，居然这么简单。这么快制造完成了吗？这也太迅速了吧！我还以为这么有开创性的材料会经过数不清繁琐的步骤呢，没成想居然这么简单。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是见过大世面之人，略作分析便能感受到苏妍制造富铜钢所采用的技术，至少要比毛熊国乃至是鹰将国都要先进几10年。苏妍，你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没错，简直难以置信，在咱们龙国居然能够有人设计出这么精妙的设备来。各位前辈，我苏妍并不是天才，天才的是人民，是千千万万的科研人员。哎，江山代有才人出啊，新龙国有小苏你这样的人才顶着，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安心了。对了，苏妍同志，这项富铜钢的冶炼技术对于当前的龙国而言有着无法想象的意义。所以钱老，您是想要我把相关技术都拿出来吧？钱训愣了愣，旋即轻轻点了点头。当然，这些技术都是苏妍你辛苦钻研出来的，咱们龙国一定会给你补偿的。什么补偿不补偿的？国家先有国后有家，这个道理我苏妍还是明白的。钱老，还有各位，关于富铜钢子弹制作全部资料还有各项数据，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算钱老不提，我也会主动拿出来的。苏妍的话语落下，场中所有人再次一怔。早就准备好了，也就是说，苏妍就打算把所有的技术都转让给国家。有的人说爱国只是口头说说，但是苏妍绝对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在践行这个承诺呀。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吊打90%的人。好，太好了，小苏，龙国有你，当真是我龙国之幸啊！不愧是我龙国儿郎。首长，各位前辈，接下来我将会为你们演示子弹生产的全过程。打开机器。
在一阵轰隆隆的声响中，机器开始飞快运转了起来。诸位，这是我专门搭建的机械子弹生产线，相比传统模式，这个生产线效率可以提高70%。我操！多少？70%？对，就是70%。生产要的是标准化、制度化，而且子弹更加稳定优秀，主要的是产量高、成本低。要是这个技术普及开，那我龙国的战士就再也不会缺子弹用了。好的，苏岩，你说的这些先进经验，我们一定会普及开来的。有周老您这句话，苏岩就放心了。这是什么？苏岩，这是你们军工厂的新产品了，这看上去也太先进了吧。顺着郑清的目光望去，仅仅一眼，所有人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了一般，激动的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操！这什么东西？重机枪吗？怎么会这么帅？这看上去也太先进了吧。这是机枪模型吧？怎么会做得这么逼真？这款模式挺通体漆黑，造型炫酷到了极点的重机枪，光是摆在那里就给人一种暴力美学的惊艳之感。哪怕没有开枪，也让人感觉这挺机关枪强的可怕。接上，众人赶忙围了上去，眼神中的渴望都要溢出眼眶了。苏岩，这挺重机枪也是你们军工厂的设计的吗？是仿造的英国的重机枪，还是毛熊国的，又或者是汉斯国的？这看上去的比小日子的要强太多了吧？都不是，这挺重机枪是我们军工厂全自主生产的，里面每一个元件都是我们军工厂自己生产的。我靠，牛逼！要知道，重机枪这种大杀器，往往都是工业国才能玩得转的东西。现在的龙国可以说是万国牌武器，很多都是缴获的小樱花以及光头的鹰酱货。可惜了，这么帅的枪，如果是真的，该有多好啊！是啊，咱们龙国的军工业还是太薄弱了，甚至连小樱花都比不过。要是这挺机枪真的能够使用，并且能赶上英国重机枪70%的水准，那咱们可就真的赚大发了啊！听见这话，苏岩一个没忍住，差点直接笑出了声。苏岩，你笑什么？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好笑的事情。拜托，这可是 QJC1714式12.7毫米重机枪，龙国17年最新推出的超级重机枪，放眼全球也堪称是第一档的重机枪，就凭英国这60-70年前的老爷枪也配来碰瓷。各位教授，还有王师长，你们可以上手感受一下。真的可以吗？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王师长早就心痒难耐了，这玩意儿虽然是模型，可是这炫酷的模样刺挠得他心里直痒痒。然而就在王丽琴刚想靠近，空隙瞬间便被周老几人给牢牢占据了。好结实，老周，你也别上牙咬啊，别蹦着你的牙。此时此刻，往日不苟言笑的科学家们纷纷如同孩子一般围着重机枪敲敲打打，嘴角的笑意简直比 AKA 还难压。就在一众大佬七嘴八舌的讨论之际，场中突然一变陡声，但听哐当一声，抢东西抢到老子头上来了！我752团的东西，我他娘的看谁敢抢！前来取枪的赵东山看见外边停着的军用卡车，以为有人来抢他的机枪，于是急火燎地冲了进来。你们几个老壁灯，给老子把机枪放下！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别想碰老子的机枪！下一秒，军工厂内安静的落针可闻。周伟长、郑清前训3个大佬手里合力抱着机枪，愣愣地立在原地，看着突然突进来的赵东山，满脸懵逼中。玩完犊子了！赵东山，你他娘的想嘎是不是？刚才的话，你小子有种再说一遍。老师长，您怎么在这儿啊？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你……怎么，老子还不能来你这里视察了？好你个赵东山，你刚刚叫谁老壁灯呢？天王老子都没你大事吧？赵东山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垮了下来，整个人再也没有了方才的霸气从容，耸拉着脑袋，立马就耸了下来，跟老师长叫板，借给他赵东山100个胆子也不敢啊！老师长，瞧您说的天王老子也没您大呀，我刚刚只是一时情急。老师长，您知道的，我赵东山一向安分守己。赵东山，你他娘少在老子这里贫嘴！你要是把周老、郑老和钱老吓出什么好歹来，或者吓坏了人家小苏，你这个狗屁团长也别当了，老子把你撸去被服厂踩缝纫机。貌似现在在这里哇哇叫的是老师长你吧？此时赵东山满脸苦涩和后悔。赵东山也不是傻子，从老师长对3个老人的称呼中便可以看出，这3人绝对是龙国响当当的大人物。周老、郑老还有钱老，刚才是我的不是，还望你们3恕罪。无妨，咱们龙国的军人
有点血气也是好事。赵团长不用客气了。哼，算你小子识相。王丽琴看了一眼一旁沉默不语的苏颜，又看深深的看了一眼赵东山，再次开口道：还有，赵东山，我警告你，这位苏先生是咱们龙国的栋梁之才，国士之才，更是咱们龙国未来的希望，连我见到人家都得客客气气的。你小子要是敢刁难人家，老子第一个扒了你的皮。看到赵东山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王丽琴心中就大概了解的差不多了，眼中闪过了一抹冰冷的杀意。老师长，冤枉啊，天大的冤枉啊！前几天我还认了苏颜当大哥呢，我怎么可能刁难我大哥呢？您了解我，我这个人最重义气的。你说的话，我连根毛都不信。小苏，你说话我绝对信得过。这个赵东山说的是真的假的？苏大哥，你说句话呀！苏颜知道王丽琴此举是释放善意的一种方式，而且苏颜心里也没在意这些小事。少长，老赵说的都没错，我们之前的确有些矛盾，但是后来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他也的确认我做大哥了，您就别吓唬老赵了。好兄弟，一辈子，哈哈哈！我就知道苏颜兄弟你最靠得住了。没有矛盾就好。小苏啊，咱们师虽然条件不好，但心绝对是向着你的。以后你要是有什么条件，尽管提。谁要是敢欺负你，你直接联系我，我帮你出头。好，那就多谢王师长了。看着苏颜如此认真笃定的模样，直接就把一旁的周老等人干得不自信了。于是苏颜开始介绍起了该机枪的参数。该枪型使用的是 12.7 毫米口径子弹，哪怕是在1000米开外的距离上，散布界也不超过 2.2 米，最大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430发。除此之外，枪身还采用了枪口制退器、枪身浮动原理、红外瞄准等等技术。苏颜，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居然是这样一个哗众取宠之人。科学不是玄学，更不是科幻小说。周老，难道别人都做不到，您就笃定我也做不到吗？如果这把枪达不到我刚刚说的数据，我苏颜任您处置。好，苏颜，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希望我没有看错你，没白来这一趟。老赵，试枪。好脸，我来了，哈哈哈！赵东山早就已经心痒难耐了，一听苏颜这话，瞬间打起了12分的精神，连忙扛着重机枪便往靶场赶去。一行人很快便赶到了靶场，开火。顷刻间，一条条汹涌的火舌从重机枪的枪管中呼啸而出，100发子弹，短短20秒便被轰得干干净净。又是一轮令人窒息的火力齐射，最终1000米之外的掩体靶子再也承受不住，彻底裂成了无数块。我操，牛逼！爽，牛逼！哈哈哈！靶场内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唯有吞咽口水的声音不时响起。不是吧？居然把掩体都给轰成了渣渣，这他娘的也太猛了吧！你确定你这真的是机枪？此刻，钱老、郑老以及王师长已经彻底惊呆了，嘴巴张的甚至能够塞下2个鸡蛋。至于周老，更是如同被天雷击中一般，彻底愣在了原地。卧槽！这个苏颜，难不成真是神仙不成？这款机枪简直足以吊打全蓝星的机枪。您看，我没有骗你吧？我苏颜说话，向来一口唾沫一个钉，童叟无欺。天才，苏颜，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此时，钱老、郑老和王师长已经眼睛冒光的靠近了苏颜的重机枪。哎呀，老师长，还有各位前辈，我没事的，就是试枪而已，一点也不累。滚一边去！谁他妈的管你累不累？你小子哪凉快哪待着去！就是，这么大个人了，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占着茅坑不拉屎。周伟长见到自己的老伙伴们居然围在了宝贝机枪跟前，心中顿时大急，下一秒直接朝着机枪位撒丫子跑去。你们几个都给老子让让！谁要敢抢老子的宝贝机枪，老子跟你们急眼！切，老周头，急眼就急眼呗，谁怕谁呀？有本事来打一架呀！来就来，姓郑的，你一个搞材料的，摸什么摸？这都不是你的领域，给老子滚出课！得了吧，老周头，刚刚不信人家苏颜的是你，现在想要摘桃子的又是你。各位，你们别抢了。说完，苏颜打开了身后仓库的房门，唰的一下，满满一屋子的都是重机枪。
上一秒还在争抢的几人，看着苏妍身后的场景，脑子嗡的一下，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苏妍，你怎么会生产这么多呢？老赵让我揍的，他说他们团过惯了苦日子，爹不疼娘不爱的，让我给他造100挺重机枪。哎，别呀！不是苏妍，我没有，别乱说，你。好你个赵东山，你他妈还说你没有刁难人家小苏，老子今天非得抽嘎你不可。100挺重机枪，你丫挺敢开口啊！要不老子这个师长让你来当。老师长，您听我解释啊，我真没有刁难苏大哥呀，是他自己非要。滚犊子！你赵东山说的话要是能信，母猪都能上树，还你们团，爹不疼娘不爱是吧？老子有什么好东西不是先紧着你们团？看着赵东山吃瘪的样子，苏妍心里竟然暗暗的有点爽。等等，苏妍，你这短短10天内生产了100挺重机枪，难道说你这个重机枪其实已经投入量产了？对啊，我连生产线都已经搭建好了，这款枪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好长一段时间了。周老几人已经麻木了，10天造出吊打全蓝星的重机枪也就算了，居然生产线都搞出来了，现在已经不能用牛逼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神啊！自己和团队辛苦大半年，图纸都没搞定，这货10天搞定了所有，这他喵的还让人怎么活啊？货比货的扔，人比人该嘎啊！还有4个月，抗英援棒就要开始了，自己一定给鹰将联军一个大大的惊喜。诸位，这款重机枪除了大家伙儿刚刚看到的作战性能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不是，苏妍，你这枪都猛成这个样子了，居然还不是最大的优势。还有什么优势能比枪性能猛更重要？周伟长扪心自问，就算再给了20年不30年时间，他也不可能造出这样牛逼的枪械来啊！可谁曾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款枪它的枪身质量非常的轻，去掉可以拆卸的3角支架，实际枪身重量只有18千克。我操！18千克，36斤，你的意思是，咱们的战士完全可以背着这挺重机枪满山跑？扛着重机枪打游击，小苏啊，你没有开玩笑吧？苏妍真的能？对，能，不用再问了。能打游击的重机枪对其蓝星的其他国家不算什么，但对于龙国来说，简直就是他喵的神器啊！周老此刻是真的服气了，这机枪不仅性能比毛熊和鹰将国的优越，而且质量还能轻，完全可以单兵使用。咱们龙国的军队最大的战术特点就是游击战，要是重机枪能够游击化，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苏妍，一定要把这款机枪的生产线铺开，努力搭配到我们连1级的作战单位。不，周老，按照我的构想，这款重机枪要直接下放到班1级的，加我们的副铜钢子弹铺开，我想弹药绝对供应得上，这样我们每个班都有强大的火力支撑，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此时，周老和王师长开始脑补密林中我们的战士杀到樱花口后方，火力全开的情况，简直酸爽的无法想象。苏妍，你知道的，我们师比较困难，能不能优先紧张咱们师啊？苏大哥，你不会忘了小弟我吧？大哥，小弟饿呀！我总算知道赵东山这些乱七八糟的习惯究竟从哪里学来的了，感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小苏啊，能不能立马量产啊？是啊，这种好东西应该尽快给我们的战士配上。当然可以，几位不说，苏妍也正有此意，我已经把重机枪的全部资料整理好了，几位拿去就是了。此刻，周老几人感觉有道圣光照到了苏妍身上，无论是之前的副铜钢技术，亦或是现在的重机枪技术，苏妍从来没有私藏过，一心只为龙国发展，这不由得让魏肃然起敬。苏妍，或许我不够资格，但是我还是代表龙国的工业，向你表达崇高的敬意。是啊，小苏，这2项技术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几位前辈，莫要捧杀我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我只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情罢了，不足挂齿。该说的都说的差不多，是时候瓜分这些宝贝机枪了。赵东山看到几人如同豺狼般贪婪的眼神，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师长，周老，你们想干什么？这100挺机枪可是苏妍专门给我们团造的，你们……赵东山急得直跺脚，一个劲的给苏妍使眼色。苏妍见状，正要帮赵东山说几句话，王立勤立马就咆哮了起来：赵东山，你想嘎是不是？你一个团就想要100挺机枪，你丫的想造反啊？要不我这个师长让你小子来当，给老子滚一边去！
苏颜看着赵东山吃瘪的样子，一个没忍住，直接噗呲一下笑了出来。瞧你那没出息的样！王丽琴狠狠瞪了赵东山一眼，继而看着向了苏颜。这样吧，这100挺机枪由我分配，小苏，你没什么意见吧？没有。好，既然小苏都同意了，那我就替赵东山做主。赵东山，你是我的兵，我不会亏待你的。听到这话，赵东山眼中原本熄灭的光蹭的重新亮了起来。我就知道老师长还是爱我的。这100挺机枪就分你5挺吧。不是，老师长，100就分我5挺，这太不公平了，我抗议。抗议无效，我给你脸了，再乱叫，老子1挺都不给你。5挺就5挺吧，老师长您说了算。官大一击压死人呐！各位，现在还剩下95挺机枪，我提议50挺归龙国军队统一调度，想必大家也没什么意见。至于剩下的45挺，你们3家研究院1人15挺，您看这个分配方案如何？哎，我说老郑，不是我说你，你一个搞材料的，要这15挺机枪做什么？这不是纯纯的暴殄天物？你们材料所拿实得了。周伟长，我瞧你妹，少在这里放屁！怎么你们3所就比咱材料所高贵？没有基础材料，你老小子什么也造不出来。眨眼间，刚才还寂静的工厂内，战火再度重燃。赵东山看着一众大佬抢本该属于自己的机枪，赵东山则心如刀割。而在喧闹中，钱老悄咪咪地退出了战局，来到苏颜跟前。小苏，你好，还没正式认识一下，我是钱训，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的，这是我名片。我是苏颜，毕业于华兴大学，请过指教。指教谈不上，小苏啊，不知道你对尔滨工业大学感不感兴趣？还在正机枪的郑老和周老听见这边的动静，也停了下来。哥们还在抢着碗里的，你压上来就行，把锅端了。100挺机枪分配好后，苏颜的军工厂内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牛，厂长，你太牛了！看到那么多大人物，俺腿都软了。要不你能当厂长，我大聪明当不了呢。行了，大聪明，带着工人干活吧。晚上咱们吃顿饺子。好嘞，晚上有饺子吃啦！兄弟们，快去干活！重机枪都造完了，接下来应该造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了。可是目前龙国最缺什么呢？下一秒，苏颜将目光看向了赵东山。老赵，在的。苏大哥有啥事？你说咱们龙国军队最缺什么武器？别说蘑菇弹了。除了蘑菇弹，咱们龙国现在最缺的是踏马的坦克呀。的确，现在的坦克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谈协同作战，部队装甲化、机械化合成旅，对，就造坦克。老赵，你说的对，咱们就造坦克。歪日，大哥真的假的？我什么时候给你开过玩笑？卧槽，大哥，亲大哥，你牛掰！造好了，一定让小弟先开开。听隔壁的独立团老李说的，一个连都干不过一辆坦克。好了，老赵，别高兴得太早，我给你个清单，你把上面的材料和机器，你帮我报上去。老李，我去把团部迁到你工厂附近，大哥你等着。一边说着，赵东山一边激动地朝着门口跑去。老赵啊，大哥，你有什么吩咐吗？记得带些面粉和肉回来，晚上咱军工厂吃饺子。好的，知道了。苏颜回到办公室内，拿起手边的空天发动机基本原理翻读了起来。系统在的。将龙国99A 主战坦克的全套生产资料以及周边技术全部导入我的大脑中。收到。下一秒，一道道信息洪流便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苏颜的大脑中。导入完成。这个型号的坦克，就是放在那个时代的龙国也是数1数2的超级坦克了，妥妥的战争之王。半年后，龙国滇省与缅国交接处，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依旧打得震天响。马德，早晚要把你们统统撵嘎！老李，组织上派发的新武器到了，听说很适合山地作战，新武器还适合山地作战，好，走，去瞧瞧。重机枪，这也太帅了！老陈啊，这是毛熊国援助的吗？现如今，龙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即龙国整个倒向毛熊国的红色阵营，自然也会得到他们的军事援助。什么毛熊国的援助？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并且据上级指示，
这个重机枪甚至可以打游击。什么？何是打游击的重机枪？老陈，你没开玩笑吧？重机枪不应该是阵地战的武器吗？老李，要不咱们把这武器发下去，让战士们试试火力。配发下去，试试就试试，让战士多点火力也是好事。翌日清晨，在滇省边界的一处大山中，一支军阀残军在秘密前行中，目的是为了袭扰龙国滇省边界。连长，您说我们这次行动该不会有事吧？不会，龙国的士兵的装备差，火力可能还没我们猛呢。再说了，打不过我们不会跑吗？突然，铺天盖地的子弹便如同潮水一般朝他们呼啸而来，顷刻间，军阀残军如同麦子一般飞快倒下。快，分散作战，突围！就在这群士兵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在密林中生死大逃亡之际，一听挺重机枪已经穿插到他们身后，形成了包围。真正的屠杀开始了。很快，这支军阀连队就没歼灭了。排长，爽，实在是太爽了，5分钟全灭。穷则战术穿插，达则火力覆盖，哥们是有穿插，有覆盖，简直无敌。1周后，龙国滇省和贵省的边界迅速的安定下来。此时，作战指挥中心内，报告司令部，我部167团1营3连，刚刚全歼300余人，请指示。我部357团2营4连3拍，于刚刚全歼敌人1个连队，请指示。爽，实在是他娘的爽！好久没打过那么痛快的仗了。是啊，这次他们伤亡那么重，应该几年内不会再来骚扰我们的边境了。这一次，要是没有这挺游击神器，咱们还不知道要被这群苍蝇折磨多久呢。当时我还担心这个东西没用，看来我真是鼠目寸光了。龙国东北军工厂，此刻的工厂已经扩建了数倍。房间内，老师长王立勤正在等待苏岩的到来。老师长，抱歉，我刚才在调试设备，工人一时没找到我，让您久等了，还请见谅。年轻人忙点好，敢打敢拼，咱们龙国才有希望。王立勤是军队里头可是有着铁面阎罗的威名，此刻他这副满脸笑容的模样，要是让外面的人看到了，不知道要惊掉多少下巴。小苏啊，你别说，这短短的时间内能把这个军工厂办得那么好，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啊。嗨，被王立勤那么一夸，苏岩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这都是仰仗首长您的大力支持，还有老赵的帮助，我苏岩其实没出什么力。就赵东山那个货，他不给你闯祸就不错了，我还不了解他。对了，小苏，你研究的那款重机枪在龙缅边境可是大放异彩啊，人家李司令还专门表彰了你们工厂，就连军工部的部长都点名表扬了你。王师长，您过誉了，身为龙国的一份子，为了龙国的繁荣富强，这是我苏岩毕生的追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好一个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苏岩，这次我来代表军工部和部队给你颁发勋章的。说罢，王立勤就从怀里拿出了一红一蓝2个精致的小盒子。苏岩看着面前的贡献勋章，一种无比光荣的荣耀感涌上心头。一枚是军工部颁发给你的，表彰你为龙国的军工业做出的贡献；另一枚是咱们军方给你颁发的1等功勋章，以表彰你在边疆战役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当看到勋章的那一瞬间，苏岩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腾一下站了起来。这可是1等功啊，多少战士梦寐以求的勋章，其含金量绝对无法想象。王师长，苏岩刚想说话，便被王立勤挥挥手打断了。小苏，不用再推辞你付出的贡献，组织上有目共睹，龙国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功臣。苏岩接过这2枚代表荣耀的勋章，与这份荣耀一同而来的还有沉甸甸的责任以及一种薪火相传。王立勤见苏岩郑重其事地收好勋章，这才开始扯到正事上。小苏啊，最近你们军工厂在鼓捣什么呢？上一次你托赵东山要了那么多东西，应该是在憋什么大招吧？最近我确实造了一个大东西，王师长，您可以猜猜看。王立勤闻言，立马瞬间兴奋了起来，眼睛中更是闪过一抹金光。是榴弹炮吗？还是迫击炮？卧槽，你小子，该不会造出来高射炮了吧？都不是。那能是什么？
还没等王丽琴继续开口，两人的脚下的地面便开始剧烈震颤了起来。3层小楼也开始摇晃起来了。卧槽，地震了！不对啊，东北这旮瘩哪来的地震啊？下一秒，赵东山没心没肺的声音便从窗外传入了苏妍和王丽琴的耳中。苏妍，快出来看，我终于学会开这个大块头了。听着赵东山欠揍的声音，王丽琴赶忙走到窗边，朝外看了一下眼。这一看就把王丽琴震在了原地。坦克，苏妍，你说的大家伙就是坦克，你没有搞错吧？没有搞错，就是坦克。卧槽！赵东山不知道坦克这玩意有多猛，他自己可是知道的。想当年打小樱花鬼子的时候，这玩意在龙国战场上简直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呀。上次重机枪到现在才多久啊？苏妍他喵的是开挂了吗？这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哦，老师长，你也在呀？那我更得让您瞅瞅咱老赵的车技了。老师长，您瞅好了。说吧，赵东山再次钻入了坦克驾驶舱内，哐当一声关上了舱门。赵东山，您他娘的给劳资悠着点，磕坏了劳资的坦克，劳资扒了你的皮！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云霄，重达60吨的99坦克开始在空荡的旷野里运行。王师长，您不用担心了，这玩意是坦克皮实的很，不会出现危险的。苏妍话还没说完，忽然远处传来一阵轰隆的巨大声响，满天的灰尘，99A坦克一头撞进了公厕里。卧槽！我日！此刻，大聪明手里拿着纸，目瞪狗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整个人愣在了原地，懵逼了。下一秒，淅淅沥沥的雨点子不由分说地洒在了大聪明的身上。卧槽！厂长，不好啦，咱们厂的茅房遭人炸了！厂长，嫡媳是嫡媳！卧槽！开进粪坑了！妈的，有坏事了！身处坦克内部的赵东山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挣扎了一下就爬出了驾驶舱。赵东山，我你妈！下一秒，老师长王丽琴赶到，一个飞踹就把赵东山踹飞了5米远。劳资让你开，劳资让你开！劳资的新坦克，我连摸都没摸过，你小子就给我开到了粪坑里面！劳资让你开！老师长，我再也不敢了。看着眼前的场景，苏妍也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这顿揍赵东山挨得真不冤枉，这叫什么事？开进粪坑，亏他赵东山能干得出来。赵东山，你小子麻利的，给我把坦克洗干净，不然你小子的团长也别干了，你去师部给老子扫一辈子公厕去吧。身为龙国主力师团的师长，王丽琴太清楚坦克在战争中发挥的意义了，如果投入实战，将会改变龙国的战争形态。小苏啊，你这个坦克真的能投入实战吗？不会开着开着自己爆炸了吧？苏妍感受到王丽琴炽热的目光，沉默片刻后，终于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王师长，我确定这款坦克，毫不客气地说，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坦克，没有之一，绝对称得上是陆地之王。我操！真的假的？其实王丽琴对于龙国第一台坦克的要求，仅仅是能跑、能抗子弹，不会自己爆炸就行。突然来了个陆地之王，直接把王丽琴整不会了。当然是真的，这款坦克车体长 7.6 米，车宽 3.5 米，高 2.3 米，发动机涡轮增压中冷柴油机，最大马力1500。坦克搭载武器系统、观瞄系统、火控系统。坦克的速度呢？武器猛不猛？防护能力呢？王师长，您说的数据我也不清楚。啊？怎么会这样？这坦克不是你造的吗？是我造的不假，只不过这辆坦克没有测试场，测不出来具体数据。说到坦克，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龙国东北辽省坦克实验基地。此刻，一辆毛熊过的坦克正在坦克基地的跑道上驰骋着。一声声坦克炮弹声宛若雷震。龙国37师的老师长田国伟看见 T34坦克挺好，为了龙国的坦克事业，也顾不得脸面，想去看一下细节。这位同志，你不用看了，你们龙国根本学不会这么先进的技术。两个毛熊国士兵看似客气，但是眼中却写满了倨傲，趾高气昂。两位小同志，我实在是好奇，这么大一块铁疙瘩，怎么能跑那么快？到底有什么秘诀？师长田国伟想要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从两位毛熊国小战士的口中得到一些关于 T34的可靠情报。这位同志，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坦克这个东西，你们只会开就成。我的义务只是教你龙国的士兵开坦克，而且这辆坦克包含了我们毛熊国一代科研人员的毕生心血，请恕我们无可奉告。
屈辱吗？真的屈辱！自己身为龙国的师长，却被2个小小的毛熊国士兵如此对待，或许这就是弱小的悲哀吧。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我们龙国早晚有一天也能自己造坦克。毛熊国士兵对视了一眼，一个没忍住，直接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好了好了，你的志向我们理解，但是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像你们龙国老老实实的当自己的农业国，给我们提供原料和物资就好，武器、飞机、大炮交给我们毛熊国就可以了。就是。2名毛熊国坦克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捧腹大笑了起来。轰隆隆的声音响起，一道伟岸的阴影就这样将正在大笑的毛熊国士兵彻底挡住。龙国的士兵也愣在了原地。这是坦克吗？这么大的坦克，这得比 T34 大多少啊？此刻，龙国战士们集体变心了。什么 T34，那都是牛夫人，这辆坦克才是龙国战士心中的小甜甜。这是毛熊国的新坦克吗？咱龙国要多少才能追上毛熊国的步伐啊？哎！哐当一声，坦克的2个驾驶舱同时打开了，王丽琴以及赵东山半拉的身子直接探出来。嘿，老田，你搁这里瞅啥呢？今天天气真不错啊！正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开坦克不装逼，这是要遭天谴的。老王，你老田，你想什么呢？来看看，这是我新提的战车，怎么样，符合不符合我的气质？老王，你也是的，好好的跑到人家毛熊国的坦克上干什么？快下来，别丢人现眼了。不是，老田，你说的什么屁话？这是劳资的坦克，我下来干嘛？老王，别开玩笑了，你丫穷的都要当裤衩了，哪来的坦克？骗你干什么？这坦克还有咱们师的番号呢。卧槽，王丽琴，你来真的？你哪来的？美械、德械？都不是，这个我们军工厂自主生产的第1辆重型坦克。伴随着王丽琴的话音落下，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寂静。龙国全自主生产的第1辆坦克，咱们龙国也有坦克。